展现祝融击石取火的戏。牡丹娘子，妙思啊！过奖。这中间的便是火药金丹吧？看起来确实如烈火一般，火焰夺目呀。这火药金丹极为娇贵，养护时需要注意的，我都写在上面了。他是在提醒三郎，该付钱了。没有，险些忘了。那就不客气了。成瑜，谢了。夫人的生辰就要到了，此花送她，正合时宜。这女子呀，她皆爱花。店主，我也要一束，就要那赤红色的，送给欢云楼的头牌，定能讨她一笑。我要2桌，免得家中那2位吃味。这真是不巧，剩下的这最后一批啊，都被蒋军买走了。哎，牡丹娘子好偏心啊！如此抢手的花，怎都让她第一个选了？这蒋军平时啊，常来光顾我们的店，那自然是优先熟客了。诸位日后若是有时间，可以多来我花满处逛一逛，里面有诸多珍品，无论是送母亲、送姬妾，保管对方满意。那这些品种还会有吗？他的意思是，诸位光顾的多了，成了熟客，自然什么都有了。我已将火药金丹提前分株留苗了，待到来年春日便可绽放。若是需要的，提前预定啊。好，那我明日就去。好嘞。看来你是真没少买啊！牡丹娘子的言下之意，你都这么清楚啊？钱袋子怎么想，不都一个意思吗？哦。我刚刚都看到了，方才那舞又没真的起火，你躲什么躲啊？你这花香气逼人，要靠近了，就闻不到酒香了。难怪撺掇我，又是请戏班，又是设宴的，原来是为了卖花啊！哎，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这卖出去多少都有蒋军的一份，此乃共赢。可你一声不吭的将这么多花摆到我的园中，哪有你这般强买强卖的？这之前可是蒋军说的，蒋府所有的花都由花满柱承包。当时你大手一挥，一掷千金的样子，风流潇洒，真是让我过目不忘。不必了，手受伤了，不能喝。这个来2盆。这个来10套。好嘞。小春儿，先前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住啊，还请你原谅。确实也是花行的人做的，大夫，我不怪你。你心里肯定有委屈，这样，你给我2拳。不用了，大夫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发泄出来，你发泄出来就好。来，真的不用了，大夫。这样，扎我2针儿。那我还是给你1拳吧。行。原谅你了。完了。嗯。行，
是个爽快人。那以后咱就一家人了。谁要是敢欺负你，先问过我。这双冷拳。还好他说呀，让你给他一拳，我都怕他说自罚3刀。不会的。哎，牡丹，说起刀伤，我有一位病人割到了腿脚，我换了好几种药，可是他这伤口就是一直溃烂不见好。我已经将他的全部病症写下，牡丹，你能帮我转交傅生手吗？没问题。慢走。哎，店主，这盆花怎么办？哎，小春，稍等一下。啊。这是我特意为你调制的香粉，味道淡雅清幽，与你十分般配。望你能原谅我之前对你说的那些话。没事的，都过去了。况且我平日不用香粉，身上有香气，看病时容易碍事，所以这东西我就先不收了。还有2位病人在等着我，先告辞了。怎就这样负了别人的好意？真是不解风情，不识抬举，别与他计较。这是优食堂的手指。你经营店铺，每日侍弄花草，想必很是辛苦。此物可滋润双手。无事献殷勤。你忽然来找我做什么？上回被你骂了之后，我痛定思痛，反省了许久。那时我确实对你不好，如今我戒了酒，再不如从前那般混账了。我来想问问你，五娘眼下可有意中人了？有没有与你何干？你还记得住在酒坊后头的瞎眼老妇吗？那老妇年轻时……哎，这让一让。那老妇年轻时也做买卖，抛头露面，为人不耻，一辈子没有成婚，无儿无女，孤独终老。上个月她死了，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。好好的，为何说起他来？因为看着他，我便想起了你。我不想你也沦落到那般境地。五娘，你可否再给我一个机会？曾经咱们也是有过好日子的。当初你挑唆闹事，险些害得我们失去营生。现在店开起来了，我是真的过上好日子了，你却来说这些，你觉得我会信你吗？那是牡丹将你从我身边抢走，我一时激愤才会那样做的。今日确实是我唐突了，只是你走之后，我一直挂记着你。五娘，难道这些日子你一次也没有想起过我吗？没有片刻感到孤单寂寞吗？来，刚好。好嘞。生意呢？出去了。来，慢走。见你日子过得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跟了我，确实又要吃苦。你又欠赌债了？没有，先前的债我都还了。这次我来真不是为了钱，我就是想你了。往后我会好好对你的。这是生意的前夫，往后不要再乱花钱买什么东西了。你个负心汉，还敢来问生意要钱？大夫，他真的不是来要钱的，他是来送东西给我。这玩意儿值几个钱？你是花满洲的2店主，想要什么可以自己买，他给你买，就想用这些小恩小惠骗你上钩。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五娘再续前缘。扯谎吧你！传奇里都说了，我情郎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我今天化的诸天师，我憎服你这只恶鬼。若能因此证我真心，你打便是。你看着，他肯定躲了。你可受伤了？
受点伤没事儿，姑娘无碍就好。我就不明白，他到底给生意喝了什么迷魂汤？王晴那种人就该老拳伺候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你打王晴是因为他之前得罪过你吗？我又不认识他，我那是怕圣意被歹人给骗了。所以你是为了圣意才去打王晴，结果不小心伤到了他，是吗？那你应该对圣意说什么？圣意，今天是我冲动了，对不住。除了对不住，还应该说什么？你应当说，下次见到王晴还要再教训他。这种人，见一次便要打一次。对，我也这样想的。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，可是大福，男女之事你不懂。这回王晴真的没有使坏，她只是来关心我的。或许她是真的知错了。王晴干那么多坏事儿，那种人能改过自新吗？我知王晴并非良人，可咱们一直抛头露面的，又有哪个良家男子愿意娶我们？如今咱们尚且年轻，还算有的选，可等到年老色衰，生意也经营不动了，岂不是要孤独终老？怎么会孤独终老？你不是还有我们呢吗？对啊，我阿娘也是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，没男人不照样活得好好的。可没男人，你又是从何而来？你阿娘若一辈子一个人，又怎么生得出你？对你们来说，没有夫君，没有儿孙，只有营生与钱财，难道就够了吗？圣意，人心都会变的。别人给的幸福，那别人也能拿回去。只有自己挣的才是持久的。有人喜欢单喝羊汤，可我若不配上胡饼，便觉得不满足。或许是我太贪心了，我既想过富足的日子，也想要郎君常伴，儿孙满堂。你这不是贪心，你想要的这些都没有错，都是应该的。我也并非阻止你成婚，只是这个人不能是王晴。之前他如何待你的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你才刚刚跳出这个火坑，圣意，你莫要糊涂啊！你如今是花满洲的二店主，长得俊又有钱，怎么会找不到如意郎君？比起婚嫁本身，找一个知你的、懂你的人，这才是更重要的。来2张胡饼，店主。哎，来了，客官。多谢。慢用。听闻县主要来，这些点心是臣妇亲自做的，用的皆是最上等的食材，县主尝尝。
今日前来，我也备了一份礼。这是湖州顾主山进贡的紫笋茶，享帝苑仙江之美誉。县主与郎君成婚在即，免不了有贵客登门，以此茶招待，才配得上刘家的尊贵。谢县主。饮紫笋茶呢，讲究时机，在摘下的头2个月品尝，方可持茶留香，晚了可就不好了。县主所言甚是，此等好茶怎能久放？我与主家已经找人算过了，下月初6，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吉之日，正宜成婚。母亲，今日户部告假的人多，我事务繁忙，再过一阵子吧。公务哪有咱们的婚事重要？婚事重要，更需悉心准备，不可操之过急。我于户部多日，终得了些实事可做，过了这阵，再办如何？婚期之事，我们稍后再议。园中花开如雪，子叔，不妨带着县主出去看看啊。好了，别气了，都听你的。等你忙完了这阵，我们再成婚。谢谢。除了这件事，你还有一件事得谢我。你可知道户部的官员为何高价？他们轻慢于你，我便派人教训了他们一番。经过此事，他们必定会反省，以后定不会给你脸色看。你为何连问都不问我一句，便擅作主张啊？是你自己跟我说你无事可做，我只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如今他们不在了，不正好碎了你的意？我这么做只是为你好，你为何不领情，还对我发火？就是，县主，这狗乃大王所赐，主家感念大王厚恩，对他极度宠爱，这才让他肆意在宅子里面跑动，惊着了您，还望县主恕罪。原来是父王所赠，拿过来让我瞧瞧。来，可真是狗仗人势啊！宁王送的狗，冲撞了县主也无妨，只要换作是别人送的，岂不是直接拿出去给打死了？你今日究竟怎么回事？非要和我闹别扭？我只是觉得我同这狗很像，有什么价值，全看主人是谁。子叔说这个话，既是妄自菲薄，亦是看清了父王对你的栽培。我知道，你因为我催促婚期，心中不悦，但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不祈求你怜惜动容，但你至少不应该说刚刚那样刺心的话。莫非你心中还有那何事？不可能，区区一个俗妇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更何况她已经死了。你当我真的不知她如何死的？她不是坠崖而死吗？你要与我成婚，
他就不得不死。虽然你不是亲自动手，但他却因你的欲望而死。是他自己失足坠崖，与我何干？子舒，你为了一个外人，现在与我置气。我们俩的婚约是你亲口答应的，现在你又过来怪我。我不是怪你，我是怪我自己。怪我自己无能，我什么都把握不住。我的喜怒哀乐，皆被你所牵动。你是这个世上唯一能够把握住我的人，为何次次要将我推开？有人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不是看不到你对我的好，而是你的所作所为，让我觉得难以呼吸。你对我的好，让所有人都怕我，疏远我，让我日后再无同僚好友了。你不需要其他人，你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子舒，你还不明白，没有我，你根本进不了户部。你只要惜我、爱我，再高的官职，父王都会给你的。所以我的仕途完全建立在一个女人的闺房软榻之上，是吗？你为何说话如此难听？你做我的夫君，可以免去党争争斗的凶险，有何不好？讨我欢心，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。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，你为何要逼入舍下？所以我的理想抱负于你而言，就这般低贱，这般无足轻重。恩典，我难道还要跪谢你的恩典吗？牡丹在刘家时，从未如此看待我，完全不知珍惜。你果真心中放不下何为芳？你是觉得他比我好？区区一个贱妇，他何其无辜！你不该如此轻贱他。无辜？当日在洛阳水玉亭，是他主动来找我演那一出戏，好让你我顺势定下婚约。何为芳巴不得早日与你合离，不惜如此算计你，你还觉得他无辜吗？不可能，何为芳他不是这种人。你们同为女子，她又怎会牺牲你的名节，来算计这一切的？是啊，同为女子，我甘愿舍弃自己的名节，只为了与你在一起。可你听到这些，想到的是何为芳，她不是这样的人。那我呢？我若不那样做，父王怎会同意你我之事？子舒，为了你，我甘愿与那低贱之人联手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算计在内。你还不明白我的苦心与情谊吗？你当真是疯了！你骗我、瞒我，看我如跳梁小丑一般颜面丧尽。你让我背负着通奸的骂名，让我背负着对你的愧疚，让刘家因为丑闻不敢也不能推掉这门亲事。如今你还要我装作一无所知，继续与你成婚吗？你这是何意？刘子舒，我已为你委屈至此，你要把我推开？我堂堂县主，愿意放下身段哄着你、捧着你，你当真以为我没有脾气？是我高攀吗？县主，世上怨偶万千，不必再多你我这一对了。
一场花魁的选拔竟然张罗得如此热闹，没白来。真没白来。今日欢迎楼只对贵客开放，还要多谢将军能够带我进楼。谢就不必了，我愿带你来，是因为你自称想学这经商的招数。只要你学以致用，替我挣更多的钱帛，便算对得起我。放心吧，将军，这经营招揽之术啊，我已经记在心里了，日后必定会用在咱们店铺上的。今日这欢迎楼，以大面之曲作为开场，更向宾客们分发了这么多有趣的面具，实在是颇有情趣。郎君，这不是我们的酒。换一套杯盏。是。怎么了？恐怕是伙计上错了，亦或是有心人趁乱放我们桌子上了。那也不必都倒掉吧，多可惜啊！防人之心不可无。霍娘子有所不知，郎君在外饮酒，被人下毒不止一次了。前几年有一次不慎中招，吐了好几口血呢。这么严重？毕竟恶名在外，只能小心谨慎。之前在洛阳，您遇到刺杀你的匪徒，也如现在这般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仿佛已经习惯了随时身处险境。同样的情况，遭遇10几次、几十次，谁都会习惯的。看来将军这个贪官也不好当啊。你就别替我操心了。盛况难得一见，何不趁机好好玩一玩？好。子舒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我，你根本进不了户部。你只要惜我、爱我，再高的官职，父王都会给你的。讨我欢心，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。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，你为何要逼如舍弃？谗人高诈，闲事无名，虚嗟默喜，谁知我之廉贞？苗子舒，你瞧瞧你这副样子。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，月下独饮，何其可悲啊！何其可悲！郎君，没事吧？我去帮你捡。多谢。
治理水患从民生入手，将百姓的屋宅和田地置于首位。居然还有围水筑田、树水攻沙的思路。这样一来，便可以在日后长久地预防水患再发。如此卓而不群的治水策略，想必是花了不少的功夫。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，大王吩咐了，要将他们定期拿去烧了，免得占地方。郎君，你的策论。多谢。高山流水，知己难寻。你还好吧？牡丹，牡丹，刘畅，你才是我心中想要举案齐眉、相敬相爱的妻子啊！你胡说什么呀？牡丹，你与县主联手做戏之事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所以呢？过去是我和刘家愧对于你，你这么做我不怪你。如今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我二人重修旧好，我定会。我方才并不知道面具下的人是你。其次，你我之间从无旧好二字。好，那旧日不提，旧日不提。于此我们就算是初次相识，你我二人重新了解彼此。我已经跟县主提出了要解除婚约，我愿意为了你放下如今的地位和名望，好不好？刘畅，我劝你病入膏肓前，先找个医师好好的治治脑子。所以你跟他们一样，也看不起我是吧？是，我是宁王跟县主身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，谁又会看得起一条狗呢？可狗生能大笑能龇牙，凭什么我都得忍着？你在我面前何曾隐忍过？现在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？你三番四次的纠缠于我，并非是对我情深意重，你只是想从我这里找到你可悲的存在感，让自我感觉没有那么的糟。你想让你的家族荣光平步青云，可你又放不下你的孤高，你无休止的自怨自艾，软弱的将一切痛苦推给是父母的压迫、旁人的不赏识，可你自己呢？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任何。你总觉得全天下的人都看不起你，在我看来，最看不起你的人是你自己。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根本就不是这样。就算我心之所求，可刘家的荣辱全压在我肩上，我如何能抛下这一切呢？若持孤高之心，便守清平之道；若决定逆来顺受，便要承受屈膝之辱。可你非要两者皆求，到最后只会两相倾轧，粉身碎骨。刘畅，先成为个人，再去背你所谓的姓氏吧。先成个人。先成人。墙角听得有意思吗？穿着大氅，戴着面具，都能被你认出来。你站在这里很难不被认出来吧？
何况隔着面具就能看到你眼神中的身兼巨华。忘了是谁带你入楼的？说错了，是隔着面具都能看到你眼神中的博学多才、才高八斗、斗鸡走狗、狗尾续貂、貂……看来这辈子呀，都无法从你这听到一句好话。一碗风凉，别光顾着跟刘家郎君叙旧。你这出来听墙角，就为了送个衣裳？还有，亥时已过，不能出方，恐怕今晚你要暂住欢迎楼了。已经2更了，只有1间房间了。今日选花魁，宾客众多，实在是匀不出多余的客房了。就这一间，还是平日里郎君小憩用的。你家郎君啊，神通广大的，不必拘于宵禁的限制，就算大摇大摆的出方回府，这武侯跟方正也不敢拦着。不如把这个房间就让给我吧。若我今日偏要做个守规矩的，你当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只有一个办法了。怪不得欢迎楼的生意这么好，连床铺都这么舒服。其实今晚呢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，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怪不得欢迎楼的生意这么好，连床铺都这么舒服。其实今晚呢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，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牡丹想知道什么？芸娘定知无不言。太好了，我今日看你忙得打转，实在不忍打扰你。幸而这客房不足，我才能厚着脸皮挤到你的房间里，向你请教一下生意经。你自己也是店主，花满柱经营的门庭若市，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？我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如今花满柱只是一间铺子，尚可勉力操持，但我以后打算开很多间分铺，要面对更多的客人。牡丹有野心，有魄力，定能得偿所愿。芸娘，你快跟我讲一讲，这欢迎楼又是卖酒菜，又是开客房，还要安排歌舞表演，这么多活动跟生意混在一起，你是如何兼顾的？想要把生意做大，就不能只靠自己，还要多倚仗身边有才干之人。所谓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你要把他们每个人都放在其最擅长的位置，让你的帮手多发挥出他们的长处。大王，承蒙县主厚爱，刘畅敏感妩媚，但所得并非所愿。若勉强成婚，只会对县主不公。刘畅恳请大王能够解除我与县主的婚约。童有贞拌嘴啦，他自幼受宠，性德自然有些刁蛮，你多让着他些便是。我已深思熟虑，并非意气用事，还请大王能够应允。有贞对你一往情深，为了你的官职数度来求我，你现在突然要悔婚，不仅糟践了他的爱意，又将皇室的颜面置于何地呀？成婚一事，是我出尔反尔，我愿辞去户部员外郎之职，大王如何处置，我绝无怨言。哦，你想清楚了？是。好。作为父亲，
有贞的幸福一直是我的心头大事。我曾经顾虑你是为了前程才与他成婚，不过刚才你的一番话，却是君子之言，倒令本王刮目相看呐。来。 可塑之才呀！若经一番历练，必成大器。这样，我先调你至别处，至于你能否再生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谢大王，刘畅感激不尽。 哎呀，主家，主家！退婚一事，宁王已经应允，父亲不必再浪费口舌了。我今日定要打死你这个逆子！是儿子不孝，父亲如何罚我都甘愿领受。但有一事不得不提醒父亲：今日陈宫进京，以父亲的才干，可以说服他保下你的位子，不受我拖累。 快起来，起来吧。小孩子间闹闹别扭而已。刘神说了，定会说服刘畅与县主重归于好的。 这刘申无言来面见大王，特求我来为他送上本月敬礼。外面还有酒香。自打这刘申坐上了太傅卿，孝敬大王的钱帛翻了1倍。虽说这刘申，胆小怕事。 却是条会赚钱的好狗。大王伟业，少不了钱帛来疏通，不妨暂且先留着刘氏这个钱袋子。好了，既然你肯替他说话，看来此人。 还有些笼络人心之能。大王圣明，您放心，这3公9卿间的往来，自然轮不到他。但有时这小鬼难缠，下面那些个小吏，倒是正好让这刘氏去出面维护。您把那刘家郎君发配到那种地方去做官，他肯定受不了。不出几日，他定回来求饶，回头哄县主去。哼，敢欺辱我的女儿，就算他来日回头，这些事也定让他受些教训。哎呀，这设宴的命是真好。 每次郎君都亲自到点救署为他挑马。设宴替我卖命，经常日夜奔波，自然得备几匹好马。你跟在我身边，1年也出不了几趟远门，有什么可吃味的？那不对啊，郎君，我也没少为您出力啊。您看，我得时不时打退冒出来的刺客，还得常年陪着您做戏。好，知道你劳苦功高。 库里那把香漆抹刀，你拿去耍。真的？谢谢郎君，川渝为郎君肝脑涂地。
刘郎君，来吧，尝尝这美味珍馐吧。哥属亮，那是洗马用的水瓢，岂能拿它饮水啊？如何不能啊？哎，你不是说都已经洗净了吗？难道你敢玩忽职守？血家之罪啊！哥属亮为何要刁难我？为何？刘郎君啊，你现在可已经不是宁王的贵婿了，饮水不必用玉盏，这破烂之物正配你的身份。把他嘴给我撬开，尝尝，好喝的很呐！没喝够，再来一瓢如何？哥属令驯人比驯马有一套啊！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新来的人不服管教，让花药师见笑了。您是来挑马的吗？我亲自带您去挑。啊，不必。我与子舒啊是老相识，今日就让他陪我吧。子舒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，连宁王府的婚事都敢推举。宁王先前亦撮合过您与县主，将军不是也拒绝了？谁让县主只对你痴心一片呢？依我看，她是打定主意要嫁给你了。如此矢志不渝，你分明可以从善如流，又何必自讨苦吃呢？将军这是来做宁王的说客啊，还是为了你隔壁的邻居，才有此一拳？看来你对我们蒋府的小花匠甚是惦念啊。他诈死，能重获良机，在长安开出花满柱，这背后少不了蒋军的帮助吧？我只是出了点本金，躺着收利钱罢了。他能有今日啊，都是靠他自己。那在洛阳时，蒋军助他合理，又是为何？他被你们刘家欺负成这样了，你身为人夫毫无作为，还不允许别人行侠仗义了？从前确实是我有负于他，但我不会永远困在这小小的马厩。待我平步青云，我自会向他求取，倾心以待。你想的倒是挺美，但你有问过何为方愿不愿意吗？我心赤诚，自会打动他。倒是蒋军，为何如此关心他的归属啊？是怕他不能继续为你养花赚钱，还是已生出别的私心？我有什么私心都无妨，但若你的私心被县主知晓了，只怕他又要有性命之忧了吧？言尽于此，还望你好自为之。先前的事，谢过蒋军了。郎君，您为什么要掺和别人的家务事，给自己找不痛快呢？什么叫家务事？他们早就不是一家了。蒋小花现在是我的钱袋子，库里金山银山，您就真缺这么一个漏洞的钱袋子？漂亮极了，咱们已经把花满洲的地契买下来了。如今你不再是看王琴脸色的秦武儿，而是在长安有自己铺面的秦店主。此次归宁，定要挺直腰板。可是我往年回家，从未这般隆重，会不会太招摇了？衣锦还乡才能够让你的家人刮目相看，让他们知道你的人生已经大不一样了。现在你是家中最出息的女儿，前路广阔，大有作为，他们定不会再轻视你了。来。
拿着，大胆的走。回来了，阿嫂，我儿，田儿，我儿，阿姑把门关上。好，快进来，别让人看见。来，个被休妻之人还这么招摇，真不知道羞耻。要是被邻里看见，还不知道在背后要嚼什么舌根子呢。女儿差点被王琴打死。这才与他和离，我没有被休，没什么可羞耻的。说到底，那是被赶出人家夫家的。我这老脸呐，那被你丢尽了。我看到王晶啊，挺斯文的，定是我儿不顺不敬，惹怒了山下。来，我瞧瞧。四郎，哎呀，阿娘，看带什么了？夫妻之间哪有不拌嘴的？女人柔顺呀，家才能和美。阿嫂说的是，做人妻不能这么娇气的。郎君顺心了，你才能过得好。来，哎，四郎，哎呀，阿娘，你别动。你，哎呀，好。什么时辰了，还不去做饭？干什么呀？去做活啊！看你懒呆呆的样子，怨不得王强打你了。去，洗衣服，洗衣服去。看看还有什么？姐姐，姐姐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六郎好想你。六郎，姐姐也是。姐姐，往日花开，都是你给我做桂花糕吃，今日你也尝尝我的手艺。真好吃。六郎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姐姐，你早就应该离开王晴了，如今定是过得舒心了，姐姐都变美了。这棵桂花是家中唯一的颜色，好好的为何砍了？阿兄想给侄儿做个木马。你拿回来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做什么呀？有这钱，多给你侄子买2身衣服，打个银锁。平日里姐姐没少寄钱回来，爷娘身上穿的哪一件不是姐姐买的？阿兄又为爷娘尽了什么孝？我生他一场，养他一场，他做这些不应该吗？要不是我把她嫁给王晴，她能去长安，她能过上这好日子？离了王晴，我才真的过上了好日子。我和2个姐妹一起开店，这些都是我们花铺所出，在长安供不应求。来日我们还要开分铺。姐妹？什么姐妹啊？你睁开眼睛看看，这眼前的才是你的家人。家人？你们为我做了什么？你们在乎过我的生死吗？你个畜生！阿姨，做什么？女子以父为天，现在这天都塌下来了，你还在沾沾自喜？我儿啊，他字都不识一个，还做生意，你是那块料吗？以前靠着王晴也还有个活头，后来认识些滑头挣了些钱，竟张扬起来了。
你只是给人打打杂，离了旁人，你还有什么手艺？太假！政治里抛头露面、不守妇科，哪个正经人家会要他啊？哎呀，想想清楚，你醒醒吧，你躲开！哎呀，我儿啊，你怎能忤逆你父亲啊？是不是外面不正经的人教坏了你啊？女子总是要嫁人的，你赚再多钱，无儿无女的有什么滋味？你不如去找到王景，给他赔个礼，好好回家过日子啊！我没说自己不嫁人，只是王景并非良人。王清能再要你，你别做梦了。做饭。我儿，我们都是为你好。王清不要你了也无妨，你父亲已经给你相看好了新妇婿，晚些咱们去见见。什么人？村东头，老周家。周家只有一个大郎，年过40，孩子都有2个了。你一个弃妇，又小产过，以后还能不能生下孩子个问题呢？除了官夫，谁会要你啊？老周家有田，好好打理，能比你在长安过得还安稳啊。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次上药了，往后无论你碰水动土，我都不管你了。这伤痕如此平整，肯定留不下疤。小春这医术神了，真厉害！行了，牡丹，你别恭维我了，这是药材的功效，与人无关，谁来治都一样。怪不得我让花满柱生了病的伙计去找你，也不见他们病好有多欢喜。你这张嘴啊，实属让人难以应对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为何不高兴？这待人接物的变通之术，你不懂也无妨，日后慢慢来吧。小春，你说这药膏有祛疤淡斑之效，定是有很多女子都需要。之前我们以丹皮入香，便颇受欢迎。不如这次，我们以药入妆，可以做一些养颜的香膏，摆在花满珠售卖，如何？那这样一来，岂不是可以帮到更多人？是，我都想了，若是这香膏卖得好，到时候单独给你开家铺子，让你当店主。我只想精进医术，治病救人，看铺子赚钱之事，我不想做，也不会做。你想啊，若是你有了自己的店铺，便是有一方小天地，可以更加自在安全的行医，于你于病人都是好事。至于如何经营，日后我可以帮你，亦可雇人打理。若是能自在行医，倒也可以一试。不过，我真的可以吗？你放心吧，我看人的眼光从来没有错过。到时候这店铺一开，定是有很多人是为你专门而来的。那个时候，花满柱也可以骄傲沾光。啊，对对对，骄傲沾光，骄傲沾光。打字都不是一个，还做生意，你是那块料吗？你只是给人打打杂，离了旁人，你说你还有什么手艺？是啊，我有什么手艺呢？不过是你好心带着我罢了。别人也能与你这般好，我又何时让你骄傲过呢？小春儿，你日后定是一个好店主。你这做半天了，一直支支吾吾，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什么事啊？说吧。没事儿，我若透露，定会挨打。哦，明白，江湖道义，守信为主，
那你可千万别说啊，我们不听不听。不是，也没有那么严重。哎呀，我阿娘患了后不利，腹满病胀，日日放弃，我着实烦恼。小春儿，若你能施以援手，无论你想要哪儿成精的大人参，或者是谁家的美男子，我通通给你帮来。那我当然是要人参了。美男子，我要那玩意儿做什么？那别跟我阿娘说啊，她要是知道了，定又要罚我。你们别看我阿娘平日里和气，那她凶起来。你来这做什么？孩子的忌日，我知道你也会来，你难过，我又岂是没心肝的？每每想到咱们的孩子，我依然苦楚万分。虚情假意，往年你何曾来给他烧过纸？之前是我不愿面对，如今我已然悔悟了，是我疏忽大意，没顾上你的身子，这才让你操劳过度，掉了孩子。你打我吧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！我更恨我自己，一时荒唐，竟然放你离开。你那些姐妹，从未嫁过人，她们没做过母亲，根本不知道你的苦楚。你小产之后，身子虚弱怕寒，我特意带了这个手炉给你暖暖。孩子没了，你我夫妻缘分已尽，如今这般，还有何意思？往事万般，皆是我的错。我只求上天，求你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定会好好珍你、爱你。护好这个家，母娘。世上除了我，谁还这么思你念你呀？我离不开你，我知道你也定是如此。咱们好好的，往后还会再有孩子的。母娘，母娘，母娘，我准将军同我在凉亭一同饮酒，但我没准你可以偷我的鸡。寻常商贾都会给大主顾送礼，我可是你最大的债主，连口吃食都不给，这般小气，如何做大好生意？谁说没吃食啊？这些都是给你的，这只鸡不行，我得留给别人。何人？莫不是物色了什么郎君？我帮你长长眼。你什么时候见我对郎君感过兴趣啊？史圣义今晚要回来了，一路奔波定是疲惫。这是我给他准备的，让他补补身体。圣义这个人啊，总是不辞辛劳，再苦再累也没有一句怨言。我知晓他身子是有些畏寒的，估计是之前在王琴那里落下的病根。他又不肯让小春给他把脉，所以，我只能在吃食方面给他留意一些了。我儿时在江南住过几年，
当地人用荷叶将鸡包裹住烤制，如此一来，烤出的鸡啊自带草木清香。我听说角川医师制药还留了几片荷叶在你屋中，眼下正好可以试试。对啊。你放心，这可是火，我敢碰吗？也是。别动我的鸡啊！嗯。郎君，我呀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石斛送到后院了。但何娘子的气可没消，她还骂您是偷鸡人。那石斛可是圣人赏的，名贵罕有。他母家是开药铺的，定制此物啊，可比烤鸡滋补得多。还骂我作甚？哎，那何娘子可说了，不问自拿就是该骂。郎君，您明知道这鸡没什么特别的，还偷它干什么呀？你懂什么？我吃的那叫情绪。老弟，这么久了，就吐出来这么点东西，还3分真7分假，是时候上点硬菜了。崔茂，我招待你这酒，可够劲啊！江长阳，原来你一直都在演戏。你把我带到这儿，就不怕被人发现吗？明明是你打晕了官差，自己跑了，与我何干？押送你的官差怕失职受罚，已经上报你病死途中。如今无人知晓你还活着。我有个习惯，进来之人，我都会为他备上一坛好酒。若是无罪，出去之时我便送与他喝；若是有罪，我便将这酒浇他坟头上。你倒好，迟迟不交代，这酒都放陈了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买卖官职皆我一人所为，除此之外，我没有犯过其他的事儿。是吗？化蒙县商户李氏，3月27日货物被劫，家传玉佩不日便出现在崔茂身上。李氏前去报官，当晚全家被贼人灭口。崔宅去岁秋末侵占杨氏良田200亩。忘了告诉你，进了这暗室的呀，还没有一个无罪而出的。你一日不交代，我便多查1日的罪证。6赃、占田，桩桩是重罪。
你活是活不了了，倒是可以选择少受些折磨而死。还是不说？行，我先吃个宵夜。是不是很绝望？招，他背后之人图你满门；不招，又怕我杀了你家大郎。所有的罪，我一人承担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别动他们。你所犯之罪，你的妻儿一概不知。的确不该为了你死于非命。我若认罪画押，这正宫交上去，宁王就会发现我还活着。到时候我已经将他们送出了长安，谁都找不到。但我送他们走，不会带上你贪的那些钱。日后，他们会清贫度日，但也会静和平安。灵堂之上啊，你家大郎哭泣不止。我告诉他，我神通广大，能将这拨浪鼓送至地府，送到他阿耶手上。大郎信了，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他说，虽然再也见不到阿耶，但却会永远念着阿耶。希望阿耶来生做个好官，再续父子缘分。圣意，圣意，你睡了吗？圣意，我见你一回来便回屋子了，神色很是疲倦，是不是家中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可愿意同我讲讲？家中还是老样子，没什么可说的。牡丹，我有些累了，想早些休息。哎，你趁热把这补汤喝了吧，喝了以后身子能舒服一些。等你什么时候想跟我讲，你随时叫我。来，你特意为我熬的，不然呢？
我本来给你烤了只鸡，结果被隔壁的给偷了。幸好他识相，送来了上好的石斛。哎，我不说了，来，赶紧趁热喝了。早点休息，别想太多。郎君，证据准备好了，咱们何时启程？自然是越快越好。不过要去洛阳，还需寻个由头。圣人恩师允身，心中郁结。花鸟使欲寻佳品，以宽圣人心绪，如何？去叫午膳吧，吃完收拾行李。是。蒋军。何娘子，见过蒋军。昨夜不还在骂我呢？今日这是吃错药了？是吃对药了。多谢蒋军昨日送的石斛，生意吃完以后气色大好。这不，给您送谢礼来了。那么贵的补药，就换来这几张破饼。蒋军好吃，牡丹告退。等等，